革命卫队他特别讲到一句，叫做感谢约旦人民。约旦人民当内鬼的意思是不是？不管这3架的毁损程度如何，请问美国中央司令部到现在为止，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应？讲话啊！到底有没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应嘛？你怎么完全没有反应呢？是不是你要默认了？伊朗现在可以打到科威特这么远的地方，又可以打到约旦的 F-35，他竟然还打到埃及去了，川普才会讲啊，老把戏，这怎么会是老把戏？打到红海了，多面开战，而且多面都能够打赢，都能够击中目标。伊朗的最新消息，这一场冲突又再次的升级了。他说呢，他打击到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甚至摧毁了3架的 F-35战机，造成了大量的美军人员伤亡。那么我们知道 F-35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制空的象征。如果伊朗真的突破了防线，锁定到F-35所在的位置，可以说就是直接撼动了美军的空优神话。如果真的精准找到 F-35的位置，也代表说这当中可能伊朗是不是有获得不管是在卫星侦察的能力、情报的渗透，还是有盟友在做支援呢？等一下请李将军来帮我们看。除了打到 F-35他宣称的战果之外，还有多名美军人员来自于伊朗的说法有伤亡的情形。伊朗在多线的开战，包括在约旦的基地遭到攻击，也对海湾地区的这一些各种设施来发动攻击。当中其他涉及到的这些波湾国家还包括了科威特、巴林等等的据点都被打。那么在这当中，目标从空军的基地、雷达系统一直到后勤的设施，都是伊朗锁定的目标。除了多线打击，在海上也有了一个最新进度。伊朗它的这个攻击点现在来到了地中海，埃及的地中海这边了。2艘的天然气船在遇袭之后是立刻爆炸，其中1艘船还是美气的船。川普听到之后气炸了，他说呢，没关系，这只是老把戏，接下来我们会好好的来痛击伊朗，轮到我们真正可以出手了。而比较奇怪的事情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突然间有了他的一个角色。科威特证实说，在伊朗的一次攻击当中，竟然击中了中国大陆在当地的一间建筑公司一间公司的建筑造成1个人死亡。外界担心说，为什么会打到中国的这个企业去了呢？难道中东战火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安全区域的进入了这个新阶段吗？那么我们来看看川普针对于中国的角色也蛮吊诡的，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川普还特别强调说，中国大陆有提供400套的监射飞弹给伊朗，怎么他现在今天又在提中国，说要制裁多家中国的航运公司，原因是因为多艘的中国影子舰队在暗中资助，买了伊朗的石油来资助伊朗的经济，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川普要说这样子的一个话？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伊朗为何这一次把攻击重点放在我们刚刚讲的美军的空优神话 F-35，还有美军的基地？如果 F-35是在基地遭摧毁的话，代表说是否已经掌握了美军的部署情报？那他选择打 F-35是要打击美军的空优神话吗？厉将军怎么看伊朗的战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伊这场战争现在主动权已经完全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伊朗的这一波的攻击不是跟3月份那次不一样，3月份那次我们可以称之它对美军是报复性的攻击行动，但是我认为这次伊朗攻击美军的，包括到在波斯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还有这个约旦这个空军基地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伊朗是主动在掌握战争的主动在做打击。那他现在来讲，你很明显，他打击有2个目标，第一个是能源设施，目的是在哄抬油价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他会来在谈判桌上面跟美军的谈判。第二个，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打击美军的这种不管是雷达站或者是电子设施，波斯湾沿岸的美军基地。那这次最严重的是打击约旦的基地。这次约旦基地它可以命中3架 F-35战机确实是这个非常的这种神奇我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要 F-35战机是美军的5代战机它是隐身式战机，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踹门者角色。也就是说，美军如果要对伊朗攻击来讲的话，要实施空中的打击，它一定是用 F-35先期进去到伊朗国土里面，然后打击伊朗的雷达站或者是导弹设施，然后将这个对空的武器都摧毁掉之后，
后续才是美军的 B1 轰炸机或者是这个 B52轰炸机才进去轰炸大概整个美军程序这样。所以伊朗这次优先打的就是 F-35，我将你踹门者角色打掉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攻击我的雷达站。那这次为什么可以这么远打到约旦基地的 F-35战机？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美军真的从越战以后到现在一点长进都没有。你知道美军在越战的时候，他们的 B52轰炸机是怎么被干掉的吗？被越共用什么方法干掉吗？越共是要停在美军的机场外面，扮成农夫每天拿望远镜看，就看到 B52就固定停在那个停机坪。它固定停在那个机坪，它算好以后，你每天几点钟到几点钟，这架飞机就一定停在那个停机坪，然后它就在机场外面用一个60炮的炮管，它还不用脚架，它就炮管放在田里面，然后那个角度方向都算好以后放在那边田里面，然后越共叫那个农夫就在那边种田那个农夫，然后你拿着3颗炮弹，几点几分的时候，你把这3颗炮弹丢在这个洞里面然后那农夫就过去咚咚咚，就3发炮弹过去以后。这个就把那架 B52炸掉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军在越战的时候，他将他的 B52不敢停在越南，他停到哪里？停到我们台湾的清泉岗基地。那这次是不是也是用同样方法？我相信伊朗一定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几架 F-35战机固定的时间停在那个停机坪。他用什么方式侦察到的？可能是用卫星可能是用这个。地面上面，他们是不是有情报人员先期掌握到这几架飞机就固定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什么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导弹攻击这个从导弹发射，你不是说是一发射1秒钟之后就命中目标嘛？这中间会有一段的时间差。我导弹射击之后，那为什么这架飞机刚好就停在那边？它不会移开那可见得它有及时的情报今天可能停这边，明天可能停什么地方？那如果说要能够得到及时情报，第一个是天上的卫星，我随时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停在这个停机坪或者是地面的这种先期渗透的人员在那边用望远镜就看到这个飞机就现在正在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信号回去给伊朗的本土，伊朗这导弹就发射。所以你要看到一次摧毁3架，绝对不是偶然事件，不是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所以这飞弹过去，就刚好你这个飞机就这么凑巧被打到。你说打到1架有可能，打到3架，那一定是很周密的作战计划，才很周密的周详，从情报的获得到实验上的掌握，到弹道的计算，都非常的缜密，才可以一次摧毁3架这个 F-35。我相信这摧毁这3架 F-35是同一枚导弹击中的，还是区分3枚这当然后续来讲的话，这就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伊朗可以。它的第一个导弹很精准，第二个它的即时情报非常的精确第三个美军从越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长进就跟当初越战的时候被 B52被越共用农夫60炮就把你干掉，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从这一次伊朗攻击这个F-35也可以看出，是不是伊朗在于它的导弹的精准度在大幅的提升，另外还有在卫星跟情报战上面，是不是他们获取情报的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强了？同样的问题，等一下就 F-35请干哥来带我们解析一下。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了嘛，伊朗它这一次的攻击，它的飞弹还波及到了一间中企业，这件事情也是蛮奇特的，代表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是说美军周边的这些基地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吗？再来就是会讨论到川普的部分了。最近一直在指控中国，先是说中国提供伊朗400套的这个监射飞弹，又说中国大陆现在影子舰队一直在资助伊朗的石油。那针对此，干哥怎么看？好，思敏，你会觉得说，美国的这些飞机，就像这个将军讲的，他们是蠢到不知道要分开放吗？还是继续摆在一起？为什么？那就叫什么？那就叫看不起你。你找不到我的东西，所以这一次会一次3架被命中，我觉得这里面情报的错误有很大的问题。不过我现在要特别点出来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他在今天的声明里面，他特别讲到一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句，叫做“感谢约旦人民”。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会突然讲这一句话？我把他声明完全看完了，看到这一句，我就吓一跳。感谢约旦人民的意思是约旦人民当内鬼的意思，是不是？
这就印证了将军刚才讲的，就是说他绝对是有什么，他有地面的人在协助他，他才知道说这飞机在不在。我们不要打空包弹，我们打过去的时候必须要命中，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就像我们现在也在分析说，究竟他是用1枚飞弹能够击中3架，还是他是用多枚啊？因为我们知道，像这样子的距离跟准确度必须用弹道飞弹，而不是无人机可以轻易达到的。除非你给无人机最正确的目标坐标，不然的话，你说要这样子能够击中它。而且它还附带造成的设防的损失，而且有技术人员丧命，甚至还有军官丧命。如果因为你要晓得，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有别于之前的攻击行为。为什么？因为你这次击中的是 F-35，它不一样，它的代表意义跟象征意义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击中一般的预警机、加油机啊，不是这种东西。你击中的是一架单价要1亿2000万美金的美国最先进的逆中战机的时候，那我坦白讲，情报工作就成功了，非常成功，而且一次能够打中3架，不管这3架的毁损程度如何，请问美国中央司令部到现在为止，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应？讲话啊，到底有没有打中你的 F-35？你要有回应嘛。你怎么完全没有反应呢？是不是你要默认了？还是说我们现在正在估计损失当中？所以你没有直接否认。对，没有直接否认，我就当做你是默认哦。你真的 F-35真的被人家飞弹打到，伊朗的飞弹技术是不是又提升了？还有他的情报工作是不是又提升了？还有到现在多久了？然后你都没有反应。再来我们就要讲了，你除了看这个东西技术提升之外，还打到了科威特的什么的中国公司啊！天哪，怎么会打到中国公司呢？那情报是不是出错了？坦白讲一句，这里面就有蹊跷了。他打中了中国的在科威特北部的一家公司，那一家公司可以看得到伊拉克，就是说，因为那个科威特跟伊拉克其实是接壤的嘛，所以说已经进到了可以这么接近到可以看到科威特领土了。然后呢，在这次的这个飞弹攻击之中，他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是飞弹还是无人机，但有1名工作人员丧命，但是那1名工作人员好在不是中国籍，是尼泊尔籍的技术工人丧命的。伊朗现在可以打到科威特这么远的地方，又可以打到这个约旦的这个 F-35，那你这样就已经开始心里有点毛了。他竟然还打到埃及去了，所以川普才会讲啊。老把戏，这怎么会是老把戏？打到红海了，天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多面开战，而且多面都能够打赢，都能够击中目标。然后，但是川普现在顾左右右而言其他，说中国提供了400枚肩射飞弹，这些目标命中都不是肩射飞弹，也就是单兵攻击武器可以打得到的，是长程弹道飞弹，或长程无人机。自杀无人机才能够打得到的，所以川普你不要这个转移焦点，然后你最后还骂了说是中国航运公司是协助伊朗的这个影子舰队。我坦白讲一句啦，中国要是真的是伊朗舰队的话，你的证据都还没找到，所以不要信口开河。就常常听到川普这样胡说八道，到底现在你们的战损是多少？先讲这个比较重要吧。好，所以现在伊朗它的战略目标也非常的清晰，那它的战法也非常的清楚哦。除了多线开战之外，我们看到它的飞弹射程甚至是可以几乎涵盖整个波湾地区的，让美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张。所以最新消息我们看到，美国在停战了5天之后呢，在昨天又在开始启动了战争。这一次一狂轰就轰了2个小时的时间，打的是 IRGC， 也就是革命卫队数十处的目标。好，这当中包括了有军事指挥中心、飞弹、无人机设备。还有沿海监视、防御、海上作战的地方，造成现场满目疮痍。甚至呢，美方现在还提出了接下来要来做一个叫做14天的新战法，要狂轰革命卫队哦，包括了他们的这个重要的伊朗的补给线啊，要断了它的这些陆运的运输的枢纽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在红海这边同样有第2战线哦，包括了也门胡塞组织跟伊朗在这边开启的第2战线。所以呢，有一件事情也蛮有趣的。
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正式的推动。联合了14国组织这个叫做海上防卫联盟，一起响应来维护红海，是不是他们不再信任美国可以保护他们了呢？那现在国防部证实说，包括了有土耳其、巴基斯坦、还有埃及、苏丹等等的国家都支持这一项提案。苑老师怎么看？首先是有关于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召14国的这一件事情，你怎么看？是不再信任美国了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川普说了，接下来要轰炸伊朗14天，而且他也转向了伊朗的海陆补给线，他真的会去打吗？这是一场新的另外一场的消耗战吗？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非常明显啊，因为大家发觉，刚刚我们将军提到了这个伊朗化被动为主动，原来的话呢，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战争，现在伊朗主动攻击，还宣布战果啊，打掉的战果。就是说是在卡达的话呢，就是有这个 F-35，还打掉3架。那么这个形式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已经非常清楚。那么对于中东国家来讲的话呢，有美国在中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包含的国家，像吉布地的话呢，大家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它就是准许各国的军事在里面设施，是离的那个胡塞武装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曼达群岛的那个地方。那另外的话呢，像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话来联络，巴基斯坦联络，其实就跟中国联络，那这就慢慢扩大。巴基斯坦、沙特跟这个伊朗之间，大家不要忘了，2023年有个在北京签的北京协定，里面也讲到关系了。那么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东的国家的话，加上土耳其也在中东里面算是军事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的话，有美国在只会更乱。然后伊朗这个态度很明显，就是只要有美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干到底。管你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所以说他们要自己来解决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战事不宜扩大，因为中东现在就是扩大，伊拉克、叙利亚，然后这个黎巴嫩南部，然后胡塞，然后再加上哈马斯，那这个还得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问题。那现在刚刚我听到将军在讲，说是美国好像从越战以来都没进步，我跟你讲是退步，就连我哲学家都懂，因为这个打仗，我跟你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听过打仗说阵法呀，或者说是武力装备，没有先讲说我只打14天，没听过给自己时间做限制的。万一你到了第14天，你突然死了2个人，现在美国最近死了一个德州的女孩，又死了一个在夏威夷的男生，哇，国内抗议的不得了。所以川普这边搞，我跟你讲哈，一想这个就不对。什么叫14天战法啊？你如果是为什么打了5个月了，已经打5个月，突然冒出个14天，我告诉你，140天都结束不了。就这么简单呢，对不对？大家就心里了解。美伊战争现在从这个原本的战场，现在已经到了科技战争，甚至是能源战全面开打了吗？来看到伊朗的最新动作。他这边呢，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一次展开了这个是纳斯尔2的第24波的报复行动，瞄准的不是美军基地，这次是瞄准美国的科技霸权，也就是亚马逊 AWS-80的资料中心。伊朗宣称呢，他现在所有锁定的目标都已经完全的把它给摧毁了。专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称属实的话，代表接下来波湾的国家的，包括这些从云端服务一直到电话网络，甚至是银行相关的这一些应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轰亚马逊，那会不会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这些科技大厂去做攻击？这个是美方现在还包括了中东的盟友们现在所最担心的事情。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美军的动作也在持续的加大当中，已经连续第11天空袭伊朗了，打击的范围包括了在军事的行动基地、海军的基地、无人机库，甚至是它的后勤的基础设施。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话的，他说再打下去，很快我就会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也就是搞3了。在这一场战争当中，他说呢，根本就还没有打完，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目标，他可能还会做的事情，就是联手以色列一起去打进伊朗的最后一道防线——搞山地下基地。川普的这样做是真的有可能吗？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那么搞山之所以对伊朗来说特别的重要，然后呢，美军又很难攻进去，有几个理由。因为伊朗在这边部署了上千部的浓缩铀的离心机，而且呢，恐怕呢已经全部都把它搬进了搞山的地下基地里面去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连美国的巨型钻地弹也很难彻底的毁灭掉这一个地方。
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伊朗最后核计划的最坚强的堡垒。那么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强调说，如果你美军真的去敢攻击我们的核设施的话，接下来你的盟友还有跟美军相关的地区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会成为伊朗强力攻击的目标。重点来了，美国另外害怕的事情还有伊朗这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国家在军事上面特别做援助？来自于美国的战争部长特别的说法，他认为这背后还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帮忙。他特别提到了在这2个国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国大陆会提供防空系统，那么俄罗斯他这一次在俄乌战争当中学会了无人机的实战经验，恐怕也会把这些经验提供给伊朗。这是来自于赫格塞斯的最新说法。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了伊朗这次的打法？打的是亚马逊资料中心在中东的地区，是警告美国，伊朗说的报复都是玩真的吗？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这个整个中东失控的风险，对搞山真的下手吗？汉庭怎么看？先说这个亚马逊被炸的事件，伊朗说炸了，但全世界都没有确认。因为呢，这是伊朗宣称我们已经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亚马逊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沉默，没有任何的一方确认命中或摧毁。巴林的国防军说，我们防空系统拦截了很多来自伊朗的空中目标，但他也没有说这个数据中心已经遭到破坏。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这家数据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经被伊朗的无人机打过了。当时就已经断电起火，亚马逊把客人都牵走，所以那边已经是一个空场，就好像也没什么人在里面。因此，伊朗这枚导弹如果再丢过去，然后又说完全摧毁，好像只是一个形式上稍微来造势，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虚张声势。毕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经宣称了苹果啦、英伟达啦、特斯拉、微软、谷歌一大堆的这些18家的美国科技巨头。在中东的相关设施，伊朗都要把它列为合法的打击目标。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它这个报复性是真的吗？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战争的成本具体的、可视化的给老百姓看。毕竟美国呢，至少有68% 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亚马逊、打数据中心、打能源设备，就是要让这些战争从抽象的，你美国人在远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变得很具体的，让你的银行刷 App 刷不出来啊，让你的油价涨上去，让你的养老金账户跌下去啊，类似这样。那这也是不断的在给川普国内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这些灰色地带都打成新常态。如果我的电厂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电厂；如果我的科技设施被打，那我就打你们的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锁，那我就封锁荷姆兹海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模块化的报复菜单啊！你打我什么，我就打你相对应的什么东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国际社会挑毛病，这好像也没啥问题。好，那么。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对这个搞山呢？7月13号，川普还说我们要直接在前门来一记漂亮的重击，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个主体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个入口在山脚下就炸一个小东西，这个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后再宣布，我们已经这个重创了，有没有觉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 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国内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现我对伊朗很强硬，那么去轰炸这个搞山是最强硬的直观符号。那第二个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断的逼宫啊。纳坦尼亚胡政府呢认为说，我们必须要去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这才能够有合法性啊。那再来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价。毕竟如果真的要去到搞山的话，要问要不要出动地面的部队啊，这个也有很大问题。毕竟伊拉克对美国的阴影实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国可能也不敢轻易的动用核武器。再来第三呢，也是整个后续，那荷姆兹海峡仍然是没有办法得到结束，甚至这战争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后沙特的这些全面开战，所以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荧幕上的最后一句话，基本就是总结，就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还没打完，他的其中选举非常困难。
好，那同样的问题，那干哥又怎么看？特别我们刚刚提到的高山嘛，真的要打进去的话，得出动的是地面部队。汉庭刚刚也分析了，如果出动地面部队的话，它的代价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赫格塞斯特别提到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中俄的协助，干哥又怎么看？其实上次我们就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说你今天摧毁了，上次我们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尔多啊。等等这些地方的核设施，可是这次他移到高山之后，我讲句实在话，他不会再重蹈覆辙。也就是说，他的体系一定会比以前要来得更深，要来得更周密。他的离心机搬到那里面去，你要晓得，那个离心机不是几台，是动辄要上千台，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你要使它的铀能够提升到武器级的水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变到85%，乃至于抵达90%的武器级浓缩铀水准，那是要上千台来运作的。所以你认为他把它移到高山去之后，它是摆在那边好看的吗？你觉得伊朗的领导人是有这么糊涂的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要怎么去摧毁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队来？哦，千万不行，绝对不能派出地面部队。为什么？因为阿富汗22年，我们都已经记忆犹新了。这个是对于美军而言，他们最记忆犹新的这个惨痛的记忆啊。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结果是一败涂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没有对伊拉克产生实质的影响？也没有。为什么？伊拉克有没有完全建立亲美的政权？他的人民是不是从此就喜欢了美国？也没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说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队，你要想的问题是在于这个国家会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难。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传统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国。你如果是派部队进去的话，你一定要从教育开始，我觉得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认为伊朗它会不会继续危害这个荷姆兹海峡？会。为什么？很简单，这就是不对称的低成本战争。它有很多的海军快艇，它有更多的无人机，它在未来的5-6年之内，它会继续我们用骚扰这2个字也不为过，或者说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不为过。那你川普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根绝它？所以刚刚讲完了核子设施，这次现在在讲的是荷姆斯海峡。那川普，我想请问你，现在已经知道付了375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了，现在还要再追加800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是我在这边就已经觉得说，恐怕不能再这样打下去。再这样打下去的话，不是只有美国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为什么？第一个油价，第二个通膨。所以现在他还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协助。俄罗斯很简单，我有大规模的无人机技术跟原料给你。然后中国呢更简单了。中国有低层次的地对空防空系统。交给比如说鹰击9型跟鹰击19型的防空飞弹，这些东西通通已经交给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如果真的拿出来的话，对于美国地面部队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完，而且必须继续打下去。对，现在在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期间，刚刚如干哥帮我们提到，这一次美国最新又说呢，要再追加有关于战争它所需要的钱，所以现在最新追加的预算是376亿美元，国会真的可能拨款吗？等一下韵老师来帮我们看。赫格塞斯也说了，确实啦，现在碰到的状况是，美国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了，这个数字比先前公布的吓死人了，高出了90亿美元。如果说新一批的
这一笔费用800多亿不能到位的话，接下来包括了美军的训练跟未来部署都会直接受到影响。那么现在战争成本也等于说不能再盖牌了，也等于是摊开来在这个阳光下给大家检视了。包括昨天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伤亡的资讯，现在也都是整个摊开来被外界来特别做检视。另外有关于能源命脉2个海峡，包括第一个荷姆兹海峡，第2个红海的状况也来看，伊朗现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势。荷姆兹海峡遭到不明的一个飞行物击中，全体的船员被迫弃船逃生，这是来自于英国最新的一个证实。另外，胡塞组织持续的封锁在红海这边，对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实施的海上封锁，已经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轮在21号赶快掉头改道，等于说2个海峡被封，现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脉都掌握在包括了这个伊朗跟胡塞组织的手中。岳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的影响？这个刚刚讲到3个方面消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个消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是海格塞斯啊，美国的战争部长第一次到这个国会去，就这个 Capitol Hill 里面去开会的时候，跟他这个参议员呢，就是要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要钱，我跟大家详细报告一下，他要的是876亿美元。其中的话呢，有670亿美元是为了这一次美伊之间的战争。然后呢，他的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讲说我们已经打了用多少钱？原来五角大厦第一次公布的是290亿美元，结果他现在增加提升了86，变成376亿美元。那大家都觉得说你拿了钱简直当流水一样乱花，对不对？那所以说这里面第一个消息就是说，美国打仗完全是靠钱，然后现在这个钱的话呢，有一点腐烂。那另外还不要讲说它的明年的军事预算是1.5兆，1.5万元，这个是第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其实讲起来，如果没有钱的话，美国打这场，就我活这么大，有史以来见过最荒唐的一场战争了。这个是荒唐到极点。如果因为我们每天就是说句良心话了，就是拜川普之赐，我们这几个名嘴天天在那边光是聊美国这个荒唐战争，这么聊了快几个月了，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了解，就是说目前为止的话呢，伊朗这次发狠啊，就是只要过了荷姆兹海峡的话，他就一律照打。以前没有这回事。你刚刚提到的讲说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么的，因为那个长期来讲，看这个伊朗就是个怂包啊，就是没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东去投资这个高科技什么都放在那边，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来了。而且现在的话呢，几乎就是什么第5舰队什么的都打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就跟以前不一样。然后我现在发觉是最严重，就是说。大家原来那个以色列跟美国拿了对那个胡塞武装都没有办法，请大家记住胡塞武装是也门的一个叛军那这个叛军的话呢，他们都不要命他们游行的时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断脚的缺腿断脚在那边游行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况下的话，他现在因为那边有2个很重要的海峡，是整个波斯湾的这个所有的游出来，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另外就是曼德海峡。对，现在大家打开地图一看，这个曼德海峡里面胡塞武装锁了精简，而且直接威胁沙特。大家要了解，一个叛军可以威胁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家，而且的话呢，这个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这几天油价上涨到130几，马上就开始反应了。为什么？如果2个海峡都被封住，而且他们基本上的话呢，都是这个什叶派的教徒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抵抗之虎出现的力量，这个世界的经济很麻烦，真的很麻烦。美军已经狂轰伊朗，达到第9个晚上了，甚至现在还出动了 F-35、F-16战斧飞弹。但是伊朗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大攻势，这一波攻势叫做纳斯尔2，反击到已经第20波了，造成更大的一个美军伤亡。准备现在来自于美国的说法，接下来会迎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伊朗的飞弹已经突破美军的防线了，美方现在着急的事情是在查说这到底背后有没有中俄的情资在后面帮助呢？美国现在真正担心的到底是不是背后的大国所做的支援呢？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美军要封锁伊朗，控制荷姆兹海峡，但是油轮仍然是看到在荷姆兹被攻击中东盟友现在怒吼说，我们依靠美国，怎么让自己反而成为了战场的目标了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特别做深度剖析。这一场中东战火，我们可以形容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证实，美军第9晚
狂轰伊朗。从最初当时锁定的目标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防空飞弹系统跟无人机的仓库等等。观众朋友，我们来看到现在它的攻击范围是一路的扩大了。最新消息，战线已经一路到达了沿海的监视系统，甚至是港口周边，还有各种的军事设施，并且现在呢，包括了美军的战斧巡弋飞弹 F-35-16轮番上阵。伊朗证实了，确实他们现在多个地区，包括了格什姆岛等等地区都被打击哦，并且传出了爆炸声，6枚飞弹直接在格什姆岛的这个周遭被打击哦，它的外围被打击。更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这场战争不会只有如此而已。来自于最新消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现在正在准备迎接更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而且我们看到军事行动确实有在跟着进行当中，包括了他接下来已经说了会部署德国的 F-16，英国放在德国的 F-16，还有放在英国的逆踪F-35战机都会全部往中东去做运送，并且已经通知以色列了，说接下来美方会增派数十架的空中加油机，让总数可以恢复到战争初期当时的60架。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证实，现在超过5万名美军已经部署在中东地区，他们是准备随时要待命去展开战争的。美国官员也坦诚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说这个战损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大，而且长程精准的弹药库存仍然是快速的消耗当中。而我们现在也要看到的是，美方有新一波的攻势，当然伊朗的方面也是火力全开。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怒呛川普的签名可以说是一文不值，毫无公信力，扬言接下来要让美国付出惨痛的代价。随即就对我们来看到革命卫队展开的这个叫纳斯尔2第17到第20波的军事行动，打击美军在约旦的基地。来看现场最新画面。Oh my God! Get cover! Get down! Close! Close! 伊朗的这一波袭击的力道非常的大，我们也来看到细节。除了约旦基地之外，还轰炸了包括在科威特、巴林的美军的基地，美军阵亡死伤现在累积18人，还有400多人受伤，数字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那么伊朗出动了包括了海巴尔等等的弹道飞弹，还搭配了见证者无人机。那么我们来看到5天之内狂轰约旦一共达到了4次，当中美军的多个基地还有美军的人员受伤。我们看到包括了第2个轰炸的范围到了约旦东部是黑鹰直升机的基地，都遭到袭击，大量的美军直升机因此而受损。许多的美军在这个轰炸的期间赶快急奔掩体，但是他们还是有非常多人受伤甚至死亡哦。那么，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请教舰长怎么看了伊朗的这一波最新的20波打击，造成了实质的美军伤亡。现在呢，美国方面也增派了 F-35-16空中加油机要来全面迎战吗？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啊，这个谅解备忘录现在应该已经被丢进垃圾桶，也就是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伊朗，现在已经完全失去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里面的相关要求。那如果我们看就是最近几天的一个公示的话，我们看到这一些一个一个小圈圈，有些是被确认的，有些只有影片。那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确认实际上的状况的，那它会用不同颜色区分出来。我们看到之前这边在一开始的时候是24个，那我们看到说，如果最新公布的是18号的话，那也就是这里是23个。那如果说我们仔细看它攻击的到底是哪些目标呢？那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无论是格什姆岛，那也就是最大岛。那为什么它攻击最大岛？那其实因为最大岛上面有非常多的像渔港一样的小港，那可以提供蚊子舰队那它停泊以及出击。那另外呢，阿巴斯港也就是最靠近阿曼湾的一个大港，那所以也是不断的受到攻击。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另外一个状况，也就是美国不断的对这个阿巴斯附近的桥梁进行攻击，那这一个一个标示的都是桥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有可能是为后续的
这个可能的一个登陆战进行准备，也就是当我把你的这一个桥梁通通都打断之后，你没有办法后援。可是从海上来的这一些陆战队可以不断的增援，那这个也就是先切断有关于革命卫队或者是伊朗国防军的它的一个后续的支援的部分啊。其实我们看到美国以前一直在打的，也就是新式的这个从1990年开始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从2月28号打到现在以来，已经几乎可以打的节点都打掉了。那为什么还没有办法控制这一个战局？所以他们又回到以往的作战形态，也就是从部队的对抗，一直到人口，一直到基础建设，最后来瘫痪整个的一个伊朗。可是伊朗现在看起来，我们从之前他的国丧，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他们的这一个社会的连结是非常强的，也就是一致对外。那美军的攻击是不是有效呢？那实际上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从伊朗的反击，伊朗反击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看到他攻击了科威特港口的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它部署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美国战术飞弹的部分。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海马斯。那海马斯其实都可以被这样攻击的话，也就代表着他们其实隐蔽跟掩蔽是很有问题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段影片，请问大家是不是看到了非常多的美军其实都在那个厂库旁边？为什么他们没有收到警报呢？还是他们忽略了警报？那另外我们刚刚看的是白天，我们看晚上的集束炸弹攻击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为什么还可以在这边可以这样拍？他们认为没事，但是这个才刚拍完没3秒钟，直接集束炸弹就在旁边爆炸，所以这就代表说他可能是敌情的观念不足，那或者是他们轻忽了伊朗攻击的一个成效。那但是我们这样看啊，其实现在这场战争开始慢慢外溢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美国动员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去打这个胡塞组织。那可是呢，胡塞组织其实就是伊朗在我们看到这个也门这个地方的一个抵抗之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胡塞组织已经有风声说，他们未来有可能的话会封闭曼德海峡。如果曼德海峡被封闭了，那我们讲到说这一个霍姆兹海峡也被封闭了。那之前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透过这个他们这个油管往这一个红海运输的这个原油这个就破功了。那如果这个破功的话，实际上来讲，整个的打击是对于全世界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美伊双方对对方的一个最新一轮的攻势。穆吉塔巴持续的呛下说，美国没有公信力，接下来会展开新一波更大规模的一场报复。那美军的情资也特别显示，很快的另外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很快就会展开了。那目前呢，其实美国的官员他们自己也很担心，因为他们自己也坦言，现在呢，伊朗不只是飞弹数量，他们看起来是没有减就算了，突破防空的系统的能力还比战争初期还要更加的成熟。另外，美军现在也付出它的政治上面的成本，因为呢，你现在要驻军在盟国，你的政治成本变得更高了。盟国这些在中东美军基地的盟国并不相信美国。杨老师怎么看接下来这场战争的发展？首先，我们要了解大概跟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有2点，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不变的第一点，双方都表现某种的克制。第二点，现在双方都在打消耗战。那克制怎么讲？第一个，美国方面他就很克制的不会去打全面战，也不会去打地面战。那他写给国会的信当中说，这是一个有限度而且是这个限制的这个战争。那换言之，他可能已经设了这个时间表。那他第二个克制美国方面呢，我们就要接下来观察了，因为川普曾经在推文上面写说，7天如果还不接受我的条件来进行和谈的话，他就要打桥梁，再7天呢，他就要打电厂，对，那就民生设施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他不敢真的这么做。是，你要是大规模的去打民生设施这是违反人类罪耶。
那伊朗这方面呢，到目前为止的克制表现在他没有去打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能源设施。这个在初期战争的38天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有这个克制。这个一打下去，大家基本上完全掀桌子了。那第二个消耗战，我觉得美国跟伊朗的消耗战有2种，我们只看到第一种，那就是军备、库存还有价格那种不对称。比如说见证者136，那个就是伊朗的无人机，才多少？3万块美元。然后呢，爱国者3号3型飞弹呢，多少？一枚300万美元，就差了多少？100倍哦。是。然后呢，最重要的是那无人机好做啊，爱国者飞弹这个来不及啊，一个月才多少几百枚而已吧。因此它事实上会呈现这种消耗战，打到后来美国没有弹药可以打。然后你当然现在所有的防空的能量也都不足了，哦，你针对这些见证者136的自杀型无人机，其实也没什么这个足够的弹药可以去做防空。然后呢，你双方的比库存价格，这是一种对美国而言已经处于不利，所以你看他连续打了8波9波，这个讲起来好像媒体上看起来就是很这个规模很大，可是呢，伊朗刚才那个画面。就解释了一切。对，也就是说，伊朗其实也可以很精准的，而且美国在毫无预警防备的情况之下，就这么蹦蹦蹦连续的来。对。第二种消耗战，我觉得大家其实要特别注意到的，我觉得市场现在快开始注意到，第二种消耗战是什么意思？就对美国而言，它消耗国际能源，它消耗油价，油价会偏高了，你再打下去，然后呢，你的经济通膨，还有你的选举。内部的法律政治的压力，川普政府这个消耗战根本没有办法再持久。我觉得2个礼拜他根本撑不下去。那对伊朗他有没有这个消耗战？当然有，他的经济、他内部的压力他也会有。可是你知道，当他被轰炸的时候，他内部的那种凝聚感其实是可能更强的。强硬派反而会更占上风。所以你现在如果只是讲2个礼拜。或者是2个月，美国在消耗战上一定会居于这个下风。但如果说你要在这个2个月以上，我们就难以想象，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际形势、经济、能源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目前为止这场消耗战居于劣势哦。那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画面了嘛，就是美军基地哦，在约旦的基地被伊朗给狂轰哦。那之所以美军基地遭到这个打穿之后呢，现在美国内部也开始做检讨，议员他们开始检讨是说，是不是大家没有查到？伊朗的背后是不是有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帮忙提供这些可以做攻击的情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等下请教尚志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了。最近呢，2艘邮轮在荷姆兹海峡又是遭到了攻击、爆炸、失去动力。当然，现在呢把矛头指向了美军哦，声称这些邮轮，这是伊朗的说法，声称这些邮轮是在美军的鼓励下才去使用这条航道的。看起来这个伊朗就是表明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还是由伊朗我说的算。那尚志哥怎么看？好，我们现在首先看一下到底美国在这一波那么下了重手，而且看起来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部分，这个谈判几乎好像就撕毁了。但是美国打的确实有一些就是集中性，比如说对于整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沿途轰炸。然而到现在看起来，你还是觉得美军的整体的对伊朗的攻击或整个战略还是不清楚。比如说你现在打的部分，你到底要不要把哈尔克岛拿下来？其实你可以拿下来，但你拿下来之后，其实说，因为你现在就是破坏，然后美国现在放重话开始打水电厂、打核电厂跟民生设施，听起来是厉害的哟。可是事实上，其实伊朗也不是省了灯啊。伊朗在昨天才刚刚公布，你现在打我，确实没有错，因为在19号的时候，美国已经攻击伊朗西南部的这个核电厂了哦。那一打之后，伊朗马上公布11个清单。11个清单是什么呢？波湾所有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核电厂跟海水淡化厂都至少2个。也就是说，我现在清单都带了，这些都我要打的。而且要知道，水电厂跟那个核电厂是绑在一起的，要有电才能这个。所以这里头，如果你打我，我不是打你美国，但是我打所有波湾地区，而且这里跟美军基地的水跟电从这边来嘛。所以说，美国的到底它的战略清不清楚？但我们相对来看，那美国当然还是有做。第一个，它继续的集结兵力。包括从欧洲甚至从日本、韩国抽调
以轰炸机为主的各式各样的军机过来，然后也增派了很多1万多人过来，对，然后也拉北约。那现在北约当中有8个国家也都表达了部分的支持之意，甚至也都传出说乌克兰的部分无人机已经开始加入了，在这里头帮助美军来攻击伊朗。那么美国当然有些集结的部分的行为，但是你说这样子的这个战术做法，伊朗呢？你看我们伊朗这几天回去，首先我们看伊朗把原先它叫做这个代号，美战它叫真实承诺。都是回击嘛，因为你攻击我，我才回击你，叫真实承诺。可是7月份，伊朗已经正式把名称改叫做胜利行动。这几波当中，胜利行动1、胜利行动2，所以这里头它是反侵略，它已经是有攻击性，甚至要毁灭性了。就是说，对美军基地，我们来看伊朗怎么打。他在打美军基地是很清楚的，首先先打你重要的雷达，雷达打之后打你的，接下来打你的机库。要知道那么多美国厉害的飞机在空中，现在伊朗没有能力空战去打这些来轰炸的这些上百架飞机。可是你飞机要下来，你飞机要都停在美军基地，你只要停在地面上，你再贵的飞机停在地面上打了就是废铁。所以伊朗很清楚，然后伊朗还打什么美军的宿舍。对，很好，然后还不止，还打什么伊朗一些高级军官住的大饭店，5星级饭店。所以这种针对性，你看伊朗真的是被美国打得越打越头脑越清楚。其实我刚才讲这一波的反击，这一波的下重手，恐吓你，我要打其他的地方，这个水电站、核电站，然后我出手的打你美军基地，这个集中性真的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打，如刚刚杨老师所提到的，我不认为伊朗会打输。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一波7月打的都是伊朗的最新导弹，都不是库存货哦。那美国虽然调了很多，包括爱国者荷姆斯飞弹来，还是一样。这个部分其实还是用来旧的部分的东西，而且造价昂贵，所以持续打下去，我觉得伊朗还是有它对抗的本钱。